韩国驻台代表叫做李英浩哈，这念浩吧？哦，还是搞拜会韩国瑜。韩国瑜说，靠韩院长大名中的韩国，就拉近双方距离啊。那韩国瑜啊，韩国瑜现在外宾去拜访立法院络绎不绝啊。所以呢，这个韩国瑜的能见度暴增啊，要接见这些外宾啊。那立法院为什么空这个位置呢？洪瑜说这是给总统做的，总统立法院报告的时候呢，用这个啊，但是呢，总统一直没有来。以前马英九想去了，但是立法院不给他去，民进党说给你来，就是有的时候立法院想他来，他不来；有的时候呢，总统想来，立法院不给，说来跟你作秀啊，干嘛给你来？不要来啊！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黄复兴啊，因为朱立伦昨天突然宣布黄复兴好像要取消打入地方党部了哈。那因为国民党以前是很多特种党部的，什么海员党部还有各种党部哈，阳明党，结果呢都并到地方党部去的，但是只留一个黄复兴党部哦，还有一些干部啊等等哈。那黄复兴因为他是等于是铁票中的铁票嘛，现在国民党号称大概有30万党员。黄复兴呢，大概是8到10万，哦，大概8到10万，所以占了1/3到1/4，这是举足轻重。特别如果选党主席的时候，黄复兴因为党主席党员选举，黄复兴的这个选票非常重要啊。那现在黄复兴的党部的主委打到地方党部当地方党部的副主委，类似这样啊。所以到底怎样啊？那国民党的讲法是说，因为希望组织扁平化嘛，我也赞成组织扁平化了啊。但是这个扁平化以后，黄复兴的人打到地方党部后，跟地方党部到底会相处怎样？以往他们说有时候是浮选哦，黄复兴只支持自己的人，跟地方党部有时候双头马车哦，有人这样说哦。那将来是不是就能够合二为一？当他当主委、副主委，是不是就是一头马车，还是双头马车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黄复兴啊。那朱立伦说：“我不是消灭他们了，是让我们的组织更精进壮大啊。”那另外呢，接下来呢，不止黄复兴，智库改革都要做啊。国民党智库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大家也在讨论啊。那另外呢，黄复兴的副主委哦，这个罗副主委啊，他就说哦，他是士官，代表士官，士官是非常有力量，在黄复兴里面哈，将官还不见得有人少嘛，士官人很多哈。他说呢，就他是也不是士官，他是那个专修班的，专修班也有出来将官的也有啊，不多啊，有最高有将官不多。我刚刚讲不是士官是专修班啊。他说呢，有超过100个群组都炸锅了，所以要退党哦，不要参加国民党，把我们黄复兴都干掉了。包括前这个不分区里的李桂敏律师呢，都说像宋高宗誓死岳飞，哦，那对手拍手叫好，民众党的拍手说太好了，太好了。哦，到我们这边来吧，哦，那谢龙介是说呢，这个实力会增大，不是消灭，到底是消灭，不是消灭啊？哦，那另外呢，赖士葆说，好吧，你现在把黄复兴裁撤，你的中常委还需要那么30几个吗？党代表还需要那么将近2000个吗？都应该减少全面的这个检讨，全面的，免得黄复兴说只针对他们了，哦，那所以呢，郭正的预测，那将来黄复兴这个裁撤以后呢？卢秀燕如果要选党主席，一定会赢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我们国民党的铁卫军，过去被视为蓝营最忠贞的部队，如今黄复兴党部确定降编，党内反对声浪一片。就连曾在朱时期担任党务主管的前立委李桂敏，都重炮抨击国民党好不容易把立委席次增加，随即把改革箭头瞄准党内最具动员力的党部，就算要争取年轻选票，也不必跟长辈们划清界限吧。裁编黄复兴跟宋高宗刺史岳飞的莫须有罪名又有何差别？国民党的改革一天都不能够停止，过程当中一定会有碰到一些阻力，但是我们绝对不会退缩。党内比拟为刺史岳飞的宋高宗，朱立伦说自己不会因反对而退缩，且改革还有漫漫长路要走。黄复兴党部过去是我们国民党最有战力的，我们予以肯定，但是我有坚定的决心，为了国民党好，我们一定要做。
不会只有到今天为止，我们接下来包括智库的改革，还有非常多的国民党的改革都一定要做。百年老店要撕掉既有标签，但攘外之前如何安内？朱主席届满之前，给自己出了一道大考验。龙介兄，你要看。 97将来会去当台南市党部主委嘛？我以前在黄复兴的地方党部主委，本来就是党部的副主委啊。那本来就是，但是他们自己还有主委嘛？他本身是黄复兴支党部的主委，像黄国南他就是主委哈。97年呢，98年就是林敬宪当选立委那一年啊，我参选议员啊。张灿宏当选市长嘛，因为他是台独联盟主席嘛。 他就职我就去抗争了，哦，啊，你开的支票你要落哇，我到眷村去哦，全面站出来热烈鼓掌，好，国民党就是要这个样啊！你看看年轻的，好，你跟那个台独的这个市长哦，好，一路叫好啊！开票那天呢，1400多票开出来都是赵光生。 谢龙介3票，叫好不叫座。那时候先选市长，再选。我跟你讲，那是分开选哦。对，分开选。我是感受到黄复兴的强大威力的，1400多票，我拿3票，我进去大家给你叫好，拍手鼓掌。就是上面一个，对，他们那个时候还会下令嘛，说这个票要支援谁嘛，他们是很服从性很高的。 而且很厉害哦，这个小组长的制度哦，从2000年以后啊，在国民党渐渐式微啊，你都不知道你的小组长是谁。我跟你讲，一般党部，黄复兴不是哦，哎呀，唐叔叔哦，回大陆去要下个月2号才回来哦。龙斋，那王妈哦，去日本下个礼拜1才回来，他知道谁什么时候，所以他的党员跟组长、小组长之间凝聚力很高嘛，每次。 这我们我在党部，我说实在，我在地方党部干了5、6年的主委啊。黄复兴的资料我碰都碰不到，那碰不到啊。那包括要出血，所以他们有这个凝聚力，这个好。不过这一次是因为事先没有沟通了，我也是看到报纸才知道嘛。所以出来以后，我不觉得这是负面。当然，因为没有沟通，所以大家反弹很大。 但这个如果愿意可以把黄复兴这一套，像他们要我回去接台南市党部主委，我跟黄复兴是没有隔阂的，我们都很能沟通。如果能够把他这一套小组长这一套，为什么我当主委啊？7、8年前我就说，当党部要寄一封信给党员的时候，在他的姓名蓝轩的下面，我说你要把小组长的姓名跟电话号码印在他的姓名，让他知道。 他的小组长是谁？那平时他们可以去联络，哦，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落实。这个到底是软体还是什么？如果可以把黄复兴这一套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怀啊，把它凝聚，然后到这，然后把地方党部啊，地方党部确实是年轻化，但黄复兴也不是全老的。黄复兴这10多年来也不断的向外扩展，他也从一般党部里面找了很多年轻的去入党，所以。 没有那么多误解了，这只要把话讲清楚。我在地方这么多年，我的经验就是黄复兴也不是，但不过因为这次包括我，你看我党务也算蛮深入的，都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有，那就3天前就看到新闻就这样说。不过我认为可以善后。他是不是怕事先有消息出来？ 就搞不成，对，那你就搞不成嘛，可能怕这样。不过现在他是说成立一个委员会嘛，但基本架构全部组织几乎没变嘛，只是瘦身一点。你知道，大概4年前，黄复兴一年还要拿党中央多少钱吗？5、6千万。他们说现在还要3000万。那现在你看，那是主席一直那你知道市党部拿中央多少钱吗？没有拿嘛？没有拿，你还要募款拿钱花薪水，对不对？ 因为黄复兴还用了很多干部啦，那些干部还发薪水了。那洪伟，你那边黄复兴多吗？也有，因为北松山大家都知道好几个大眷村，那中山区也有2个眷村哈。那其实，在选举上面来说，会比较有差别的是市议员的选举。
还有党主席的选举。因为黄复兴刚刚讲，就是因为他掌握最大的这个党员人数，那我们这个主席选举他不是靠比民调，就是党员投票，所以要选主席的人绝对不能够得罪黄复兴哈，这个是铁律哈。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党内有初选。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很多初选都是用比民调，但是有一些部分的这个区域的立委哈，会要求要做党员投票，所以一旦有进入党员投票的时候，你是不是黄复兴支持你，有没有掌握黄复兴，哇，那个差别就很大了。但是除此之外哈，那么在我们的立委选举，基本上黄复兴都是一定是全面动员。那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是跨了几个选区，我觉得每一个就是 even 在台北市每一个选区，黄复兴的组织的动员能力都不一样。好，那刚才讲说，其实现在大家都觉得啊，黄复兴好像都是垂垂老矣，都是老人，其实不一定。比如说像我们中山区的这个黄复兴，他们就非常积极的去开拓比较年轻的比如说2代啦，甚至有些眷属。好，他并不是说只有你要当过军人，甚至眷属，他们就非常努力，而且尽量的在维系。那我觉得这一次。朱立伦的做法，我认为他是要采取一个快刀斩乱麻，因为这件事情是过去好几位党主席都想要做，但是都不敢做或者做不成，因为这个风声只要一传出去，那个反弹声音一定会非常非常大。那个党主席，除非你不要连任了，除非你不要选了，你一旦想到你要选党主席，你怎么敢得罪你最大的票源呢？所以呢，这都是过去很多党主席想做。但是不敢做不成的。那这一次朱立伦做，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吸取过去的经验，干脆就是快刀斩乱麻。龙介兄说你是看到那个新闻，我也是看到新闻啊。我也是啊，什么走入历史怎么这么快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那另外呢，就说大家就开始说牵涉到明年的党主席之争等等之类。比如说郭正亮就说，哎呀，如果卢秀燕这个时候出来选党主席他就一定能够打败朱立伦。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就这件事情因为讨论了10多年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党要不要党中有党，讨论非常久。那么现在，如果他已经决定要做，那当然他其实还保留了，包含黄复兴这个都还保留了，然后还有退伍军人部然后还要继续的去照顾。那我觉得接下来你这边所有的沟通协调要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近别我老讲，我看到那我自己都不舒服我虽然不是黄复兴，但是黄复兴人都是很哎呀，那以前新党出来的时候，人家不讲说黄复兴生锈啦哈，黄复兴以前不是一定都投国民党就是我让你投 A， 他绝对不会投 B。那新党一出来，哇，怎么一大堆人都跑去投新党？那时候就会说黄复兴生锈等等之类。好，那我要讲就是说，比如说讲说黄复兴一年花怎么党赚多少钱，我觉得这种话此时此刻就不要讲这些了。休息一下再回来。来，向龙怎么看？好，我们先谈黄复兴当然，我们自己是军人子弟那黄复兴军系的动员，它不只是钱的问题、人的问题，而是那个就是忠诚度是很重要的。我讲过，就是我父亲到年纪老迈的时候，他身边呢会随时带着，除了他的钥匙圈、皮夹之外呢，就是那个党证。我真说你连小组长都没做过，你缴党费缴那么勤快干嘛？可是那个呢，那个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黄复兴随着时间的操练也慢慢的在改变。黄复兴所遭遇到的是一个国民党的结构性的问题，它是一定是需要改变。就是国民党当它很大的时候，黄复兴呢仿佛是这个军系保障名额。就是他需要对军系有一个特殊的对待，那是党国一体的体制下面，对于呢军系跟着呢国民党来到台湾的这些的军系的成员有一个特别的交代。可是当国民党现在他自己的板块在快速的微缩的时候，黄复兴的
相对的稳定，它就成为这个党部跟整个的党之间不成比例。在国民党很强的时候，黄复兴其实也很强，但是作为他的核心的骨干，跟这个党的实力呢，其实仍然呢只是党的一部分而已。可是现在他已经不成比例了。黄复兴对于党本身的许多的运作、人事、选举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不健康。再加上就是说呢，时空的改变了，现在的黄复兴是不是仍然要维持过去的党的那种的照顾的方式？我觉得黄复兴也有必要想一想。当然，就是说在任何的改变，他一定是会遭遇到这种非常强烈的反扑的。那朱立伦不管呢想法是什么，我觉得那个结构摆在那里，让黄复兴不再特殊化，是国民党应该要思考的方向，就是党员或者一个有特定使命的一个党，一个党的支部。黄复兴这个支部跟国民党之间关系虽然千丝万缕很难切割，可是是不是仍然要保持原来的那种泱泱大党时代的那种的中党爱国的军系的那样的一个特性，是应该要检讨的。再来就是说，随着这些年，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统计，不要说呢过去的新党，当李登辉在的时候，黄复兴所代表的那种的非，因为有郝柏村啊等这些人，他们所代表的那种非主流的味道，当然非常的强烈。之后呢，任何呢是跟着国民党的就本土派主流呢会有冲突的力量，都会他们支持的对象。有新党就挺新党，有赵少康我挺赵少康，赵少康不完了有宋楚瑜挺宋楚瑜。这个呢几乎是呢黄复兴他一定会的本能的会出现的情况。可是现在你看到的在选举。许多的选举场上面，其实现在黄复兴在国民党的深蓝系统里面挺柯文哲的黄复兴的比例不低啊，最少在我认识的一些在黄复兴里面的讨狼，柯文哲并不是跟这些人没有接触啊，从当市长时代就有接触啊。这些人呢，在帮柯文哲动员的时候，在从深蓝的体系里面呢挖国民党的这些庄脚的时候，其实很努力啊。所以国民党呢对这些的深蓝，我认为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的认同跟忠诚没有问题。可是对于这个国家跟这个党的不满，使得他们在政治行为上面呢，跟这个党的号令就不一致，不会再出现了。刚刚谢龙介讲的就是说，就是公开的场合当中，哇，好喜欢谢龙介，好年轻。可是真的到投票的时候，三票，谢龙介少做的是，谢龙介应该很努力去把那3票找出来。认识一下那三票，那3票是怎么来的？投错了。对，就是有可能了，就是你少做了这件事啊，你就应该去做一下。我知道谁啊？对，更何况现在的国民党，你从这次的立委的选举或者地方的议员的选举，你有没有注意到国民党选出来的很年轻啊？国民党的议员、立委现在当选很年轻，或者说他已经不再是需要透过军系的动员。或者说要跟军系有很深厚的人脉才能够当选。现在的年轻的世代，虽然也有一些可能的家里面的渊源，也有一些的军方的背景，可是基本上面在意识形态跟成长背景上面、跟训练上面，跟黄复兴没有直接的关联。国民党要看未来，而不是看过去。过去你要去整理黄复兴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多一点点的情感。那你可以呢跟他们多一点点的沟通，可是黄复兴跟国民党的总体的力量的不成比例，是国民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军兄，就一个组织来讲了哈，我刚听张老哥讲，如果黄复兴这个党员占了全数的差不多1/3，凝聚力又那么高，然后对整个团体，就像国民党来讲，哇，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不能小看的事情。那尤其对党主席的角度，那如果这个1/3的铁票部队，如果是支持我。那我一定要够我做谁啊？保持原状，对我最安全嘛。那万一这铁票部队如果不支持我，那我可能就想把它改变一下。所以党主席要做这么大的一个变革啊，通常这个党主席必须要几个基本要件啊，那个你声望要很高了，你才敢去动这么，这算大手术了啊，才不会被人家质疑。你这个所谓改革根本是为了你自己，哦。那第二个，你声望要够，你才可以压住党内其他，或者是说黄复兴本身的反弹嘛。
所以我认为朱立伦如果敢做这样的一个改革啊，他必须要让党内或者是社会所关注的，你是真的是为了整个整体组织好，还是为了你个人后面的一个铺排因为这个团体凝聚力太强而且这样的党内势力那么大如果不支持你党主席，你必须要借这样的一个手段把它给处理改变。这个也是我认为国民党内现在有一些反弹针对他嘛，因为第一个，如果是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好的嘛因为大家都期待改革嘛，改革是一个正面名词嘛，那改革当然可能变不好所以既然会有质疑，一定是动机论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来动黄复兴党部？当然，黄复兴党部的内部的复杂度，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看不清楚。但是就有一个组织的重大变革来讲的话，基本上大概这几项原则是外界观察的一个重点。宇轩，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对于。结论先讲结论我觉得这个朱立伦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改革，我觉得是对的只是说呢，在过程当中他可能手段不够细腻因为我以前跑国民党非常久的时间，你刚刚讲到这个特种党部真的是产业有产业党部，连媒体都有媒体党部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对军方来说的话呢，事实上军方里头有国民党党员党籍的人，坦白讲也不是多数所以呢，现在那么多的一些的这个军官越来越多的年轻化进来之后，如果你真的希望能够掌握到整个普遍的军方，就像你要掌握年轻人，你要掌握这个妇女票，然后你要掌握什么样的票，那你事实上你是去面对所有不同党籍的这些可能都希望纳为你这个选票的话，当然其实都应该是你的服务的范围才对不会说应该是一个黄复兴党部非得要有党部才可以去做服务。那当然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事实上因为黄复兴党部的党员数83000多人。占的比太高了，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选这个党主席者，就是得黄复兴者得天下这种概念嘛所以我是不晓得朱立伦他自己是不是有盘算过说他的某些对手可能在黄复兴党部的优势比他来得更强，也因此他需要先做处理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或许他有他这个国民党内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这些小生态的考量，但是站在国民党的整体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改革事实上是符合社会期待的，因为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有关于这段时间以来民进党的这个过渡内阁做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事实上在这个选举完了以后，大家期待的是什么？期待就看你在野党的表现嘛。所以国民党如果没有任何的改革的动作出来的话，坦白讲，你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搞不好到时候赖清德的那个名单出来，如果也不差的话，搞不好又重新猪羊变色了。所以我觉得，包括民众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努力要去证明自己的这个少数关键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的话呢，改革是必要性的，尤其是我们看了那么久一段时间以来的台湾的这个政党板块的这个挪移。我坦白说，其实黄复兴里面的。少数就是他党意跟民意的落差，他在国民党内是多数，但他在整个台湾的选民里面是少数，就像是民进党里面台独是多数，但在整个光谱里面他是少数，但这两个分别的少数都绑架了这个政党，这样的对台湾有帮助吗？那逸轩。其实对我们来说，看到国民党在组织改造，这一定每一个政党在做组织改造的时候，绝对会有阵痛期。那这个阵痛期呢，就是各个政党大家必须你主事者要去面对的问题嘛。过去我们在地方上选举，我想这第一线会被碰到，就是地方基层的选举会第一次2026年可能会碰到这样子的阵痛期。我们过去在碰到候选人呢。背后如果有黄复兴党部的支持的话，我们都会哇，那你的票应该是蛮稳的哈，就是说你会有很强力的支持哈，那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人可能背后有很坚固的这个部队在支持他。那可是现在如果说面对到说，组织改造的过程，接下来这一些黄复兴党部的人，他如何继续的去支持在地方上的这个民意代表，恐怕这个是我觉得现阶段内部会比较。难处理的地方哈，但是当然，这个阵痛期还是要看主事者如何来去面对。我补充一下，各位不要小看黄复兴第一代这一些在台湾这些，他们就是真正的中华民国派。我在选举，我知道他们就是属于那种大是大非的中华民国派。我跟你讲，眷村里面的票就分了，第一个就是这种中华民国派大是大非的，第二个就是婆婆妈妈。好，那婆婆妈妈又分是本省的。跟原本的从大陆来的这一些，再来就是二代，再来就是从外面搬进来，眷村就有这4种票，
所以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凝聚，就是因为他们那种我跟你讲，升旗啦什么，你到一套就是在眷村里面，在黄复兴比较集中的区域，都能看到这一些现象。以前黄复兴票是可以被配的，你知道吗？被分配的。机动票，你要他去哪里，他去就去哪里。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机动票了，就是说，他有一些机动票，什么谁比较危险就去救援那个人。那第一个了哈，就是说对黄复兴过去的贡献应该给予高度的肯定，从国民党的角度了哈。第二个就是说，你就是任何改都要做好沟通，然后就你事先没有做好沟通，因为怕反弹强烈，那事后也必须要好好去沟通不能说我就是这样子哈。那另外，当然国民党的改革是对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国民党应该改革嘛。那改革怎么改？就是组织扁平化嘛。就组织扁平化不是只改革黄复兴啊。就刚刚赖士葆讲，你中常委还需要，共产党才7个9个7个吧？你们搞30几个中常委，你搞什么？这次已经自动减少，不足额登记。这次没有不足额是中常委29个、27个登记，党主席可以有10个提名权，所以你加起来还不知道党主席提几个了。所以党主席说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少人。那你需要29个中常委吗？对不对？你9个。我就觉得很多了，29个中央委员希望搞到是这个党代表需要搞到这样2000个吗？对不对？所以像这种都是扁平化、精致化、民主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年轻化那么讲到年轻化呢，就是说国民党的党员的结构一定要跟社会的结构是一样的今天社会结构40岁以下的占40%，国民党的党员40岁以下可能14%都不到。那你这个党员的结构跟社会结构差很远嘛，所以你需要像黄复兴这样这个老成之士，但你也需要去吸引更多的年轻选民嘛，这必然，否则你的党里的结构跟选民结构差太多，不平衡了所以我讲是一个全面性的问题那所以我才讲，我说你如果要改革，那党主席就应该有魄力，就是说我第一阶段我党员要从30万扩增到50万，国民党以前是300万党员呢。我至少30万变50万，要去要去找很多年轻党员进来嘛，对，让年轻党员能够跟你现在的党员的这个结构要能够平衡嘛。下个阶段，我希望我能够找到100万党员，你的目标为什么不行？还是可以，为什么不行？对不对？那现在大概8、9万的黄复兴党员里面，其实像你讲的，真的退役官兵可能也只有一半了，有一半其实他们也是外面找人，也是去找。那另外一点说，以前黄复兴来的在军队叫做王师凯党部嘛，退下来叫做黄复兴党部，就是说我是现役军人，也有国军有党部叫王师凯那后来是军队不能有党了，所以就没有这个王师凯了。那现在因为以前就是当兵的叫王师凯，退役就变成黄复兴。那现在呢，退役人还是不少尤其将来有义务役的还是很多，但是他们退役后也没有加入黄复兴现在就没有了。所以这些人你要吸收也是国民党的一个目标嘛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国民党的号召到底是什么？你国民党为什么找不到年轻党员，或者年轻党不够多？你号召力够不够？所以找到年轻人、年轻干部，国民党以前也有年轻的中常委也有嘛。你年轻不要有年轻的想法，你知道？你不能找到的年轻，很多人都像老人的想法，有时找到年轻，我看比我还顽固，还保守。你怎么找到这些年轻人？我就想你哪里搞的这些年轻人？你年轻人就必须要跟年轻人是一样的嘛。你不能说你搞了这些我就这些看得顺眼，这些年轻人你看，对不对？这个都这个一以贯之，这年轻人不认为他代表他嘛，那另外就是你国民党的号召，你要带给这个国家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一直主张说，还是要向社会主义偏一点。台湾的政党没有一个左派政党全部右派政党，包括民进党也是沿左行右了，都去照顾资本家。那年轻人贫富悬殊越悬越疏年轻人的照顾谁去照顾他？所以在年轻人基本上，你看在美国也是，民主党为什么 Sanders 那么受欢迎 ，Elizabeth 那么受欢迎？他们的主张就很社会主义我不是让你变成社会主义，但是你还是不能太资本主义，你还是要往社会主义偏一点，才能够吸引到年轻人。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天坑天坑现在看的到处有，不过台南昨天这个很惊悚，
小货车掉到这个坑里面的，救援的吊车也翻了，哇，这够惊悚了吧？哦，在这个市区的新建案旁边，路基被掏空塌陷，到底怎么回事？哦，所以呢，现在呢说呢，第二个天坑，民宅也毁了哦。那这个是黄龙建设，它的6个这个工地就暂停施工了，所以通常要检查你这个建设公司到底是施工品质怎么样。市政府开罚他27万哦。那另外呢，黄伟哲也提早回台湾了哦。这个看看啊，这么其实回来也没用了，只是你不回来可以给他骂而已了哈。那他说65年前哦，地图也有揭秘哦，是怎样？这个地方地质有问题吗？哦，那另外呢，他们今天下午协商赔偿了啦。哦，黄龙建设我们用最大的诚意来处理哈。那刚刚也讲了，所有的工程都停工检查，看你的工法到底有没有问题啊，你的地基到底有没有问题啊？那另外呢，赖清德、黄伟哲的竞选总部都用黄龙的样品屋，表示呢这个建商哦跟民进党的关系不错哦，跟市长的关系跟这个前市长关系都不错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大型吊被整座垮掉，货柜翻落，警消人员全冲上去。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呐？没有，有人在下面吗？没有，没事，没有人。还好底下没有人，吊被直接砸进自助餐店，安全岛标志后置灯也倒了。6号晚间，台南中西区五妃街一处工地出现天坑，一开始5点左右，工地旁柏油路塌陷，一辆小货车瞬间被吞没，塌陷范围长15米，3米深，另一辆小客车半个车身悬空。伤心了，怎么傻眼了？做生意我们做摆夜市的啊，做生意的啊，没办法做生意，而且冰箱还一堆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办呢。7点半，吊车把陷在坑洞的小货车捞起来，过没5分钟，工地内的基地也出现塌陷，吊车倾斜。整个都陷下去了，塌风了。塌陷严重，封路范围扩大。就在8点12分左右，工地内的大型吊被倒塌，横跨了大马路。还好当时已经提前封闭道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所有人都在尖叫，然后警察在叫我们往后退。然后所有人在尖叫，都用跑的往后这样。8点50分，市长黄伟哲人在日本参访，由副市长带队抵达现场坐镇，现场成立紧急指挥所。一个周边基地外有没有可能在外扩的一个现象？先来做灌浆的疑似工地施工造成的塌陷，晚间11点启动灌浆，出动350方混凝土的量，从半夜持续到凌晨，塌陷的吊臂切割，用货车逐一载走。清晨6点以前障碍排除，恢复双向通车。出包建商黄龙建设表示，所有的工程停工将全面检查。那我们这2个台南，来，蓝轩也是台南，不过来龙健，在西门路5位街这出名。那到昨天晚上就传，因为那个很惊悚，但都没有伤到人，所以大家就讲啊，那9天玄女的保庇有啥？他隔壁就是悬梁亭啦，悬梁亭，大寮啊悬梁亭，9天玄女开机的就伫遮了哦。不过这个黄龙呢，大家说确实是跟民进党在这里执政30年了，台南市大概所有建商，因为跟这个执政的政府会比较紧密。那他们公司呢，他们家的叔叔以前就陈龙胜嘛，哦，就也是国民党，两面好。不过以他们长期在台南也是40年盖房子有了，但这个基地呢，基本上就是因为高楼，台北市有的地下室挖4层5层哦。它这个地下设计，我昨天问台南市政府，他们是地下设计3层。那你一般设计3层，就是说你开始以后，像这种高层，我们都会要求你的建造要委外审了。委外审了以后呢，你开始要挖这个连续壁，连续壁做的就有时候旁边会坍塌，那坍塌有的地层它下面会掏空，所以一般呢有人会去做监测，那它是只监测地下水。那有的是说连做超音波，他做超音波就知道下面有没有掏空。那预防性的，那如果他有做预防性的去做监测，掏空的地方，那他就可以先行灌浆嘛，因为你从表面上看不出来底下已经掏空了。哦，那台南呢也不是现在
黄伟哲才掏空，赖清德在的时候就掏空嘛。城西那整个大鱼来了，那历史掏空不到，那个就来外县市来支援的。那个青阿掐有没有？就是那个卡车后面不是有一个车上有一只那个吊撑那个，规台要架里啊。那台南市地下街开挖的时候，海岸路跟那个民族路那边，那整个房子就整个吞下去，就一直下沉，一直下沉。这就是因为地质有的松软，有的异化，所以将来我是认为这种可以预防性的，就是比较高楼比较深的开挖呢。要求这个建商要去做预防性的监测，哦，那现在的设备呢很先进，那可能成本会多一点，但是这个呢可以避免。昨天何文呢？你看那个吊臂，那不是没有人，那个吊臂是刚好卡到那个，你看连那个货柜一打，货柜还翻2番了，整个货柜那刚好打到那个货柜以后，那你看那个路，那个吊臂是。卡到货柜就转向扫一遍，刚好转过来没有人了，有人就惨。来，俊兄，刚听起来的话，这好像是他还没开挖，就是他在准备要试做邻居壁的时候，也就是说下面掏空了，竟然都不知道了，都因为表面你也看不出来嘛。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别的地方也会发生了。我认为这个应该要。对以后施工的一个 SOP 恐怕要有所调整了，否则，因为它这个我看那个大洞的地方，并不是在那个工地的施工范围内以外，还要再扩散出来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不过大家也不要太过政治化了，这个家族其实现在在台南大概也不搞政治了啦。那以前是国民党在台南市大概最主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政治势力了，但是现在在台南当然是非常有规模一个建商了，所以我认为应该市总要立刻要求，他绝对有这样一个实力要做好善后的工作了，不管对周边居民的赔偿，或者是对现地的一个维护复原状况等等。但我倒是觉得很讶异的啦，因为这个是在很市中心这个是非常市中心的地方，怎么会可能下面整体是掏空这样子，然后完全不知道建造这样造发所以如果避免有那种状况，台北市发生的那个是它施工不是台北市上次整条街倒了，它是正在挖正在抽嘛，可能抽了太多嘛。那以后如果避免下一次再发生这样的不幸事件我认为就未来要调整。我只讲一句话，我觉得他们最了解当地。台北市第一个像信义计划区异化很严重，第二个呢，像这个有些基隆河汇合道截弯曲直什么重新填所以地质比较差了那说这个黄龙建设的蓝绿都有交情，来蓝轩。对我要讲的就是说，事实上，我觉得他有一定有他工程当中非常专业的部分要去了解。但是因为刚刚俊宪讲到说这个不要刻意的政治化，我倒有点不这样的觉得啦。因为你看台北市发生基泰这个事情之后，大家都去查他都有谁拿过他的政治现金嘛。那时候我被骂死了，那时候民进党没有对我手软没错，而且现在正在发生的是新竹县的杨文科嘛，记不记得？现在杨文科他不是就是说他的也是一个天坑，然后他们就说那这个建设叫做什么丰益建设，说他什么左手右手他拿多少政治现金，现在正在查当中，甚至就是有人去告发他县长。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么一个市中心，就像刚刚俊宪说的，这个什么五妃街跟这个西门路，那是很老旧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中的核心，是台南市的蛋黄区之一，所以它会发生那么大的一个事情。而这个黄龙建设就在那个地方那么盘根错节那么多年，你说我要不然全年不去查他的政治现金吗？我不觉得，很快就会查了，休息一下再算，再回来。好，那么电价到底要怎么涨王美花说，就算是330度，我们是用电要涨5%，每个月也只不过多支出34块，没什么了不起的意思了我说34块那说如果今天不涨，也政府不补贴，台电今年要再亏1887亿去年也就亏了差不多2000亿累计亏损将近3000亿然后呢再亏1887亿，就亏5000亿了，意思这样
所以呢说呢，这个今年预算各以4月涨一次，10月涨一次，涨2次，各涨3%，就涨6%。哦，那但是他们还是希望政府能补助他们，政府补助他们其实也是纳税人付钱，只是递延而已。2022到2023年，其实已经涨了19.4%了。哦，那只是那时候呢，基本就是说基本用电比较小的住宅没涨，但是没涨，你找这工业用电涨商用电还是转嫁了，很大一部分还是转嫁出来了。他说我们电价很低啊，住宅全世界第5低，工业全世界第3低啊。哦，所以呢，到去年年底累计亏损是3826亿了。我刚讲3000还少了，将近4000亿了。今年再亏1887亿。对不对？所以将近6000亿了，将近6000亿，哦，所以呢，如果说不补助台电，叫资本会减到228亿，还是一直增资，它才到228亿哦，哦，所以呢，4月可能涨多少呢？工业用电涨1成，半导体特高压涨15到20%，可能涨到2成，小商家低压用户涨5到10%，民生用电全部涨5到10%，哦，因为它有高压用户跟低压用户哈。那因为这样一涨以后呢，国发会说通货膨胀可能上升到2%啊，可能上升到2%啊。那刚刚有提到了啊，说我们的 CPI 就物价涨最多的是食物，涨了4.1%，1月医药保健涨了3.12%，穿衣服2.47%，居住1.75%，交通通讯0.51%，娱乐教养少了，杂项少了一些，但是主要的衣食住行娱乐都涨的，哦，都涨的哈。所以呢，这个莫忘世上苦人多，国民党委员就说呢，330度以下是不是还是不涨？王美花苦笑不承诺，哦，哈哈哈，不回答你啊。哦。那经济部说呢，我们去年2年调了19.4%涨了，但是呢，我们的物价的上涨呢低于韩国跟法国哦。那另外呢，因为挂号费也涨嘛，没有上限嘛，电价也涨嘛，所以物价也会拉警报。我们看一下。台电连年亏损达3800多亿，电价审议委员会将在3月下旬召开，4月起电价可能即将调涨。请问会不会调整到10% 左右？4月调一次，10月调一次，它都没有逐年，所以2次3%，其实总反应只有3%。甚至民生用电恐怕都逃不过涨价命运。经济部长王美花透露，经过试算，用电120度以下部分电价每度约1.63元，若涨幅来到5%，每户1个月就要多付9块钱；若用电330度以下，每户则涨34元。一户120度1个月有可能涨了9块钱，9块钱是，然后121到330度涨了34块，对，这种5%、10%，引发大家都有预期心理，很多的房东就已经开始说，我现在要针对固定费率要调哦，然后就是再往上攀升，这个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都是伤。而工业用电立委忧心，以南部为大宗的多项制造业还处于无薪假阴影，这些工业恐怕因用电调涨撑不下去。工业用电会不会涨？应该是。调涨的话，应该是会涨。不过经济部也被质疑电价会涨是担心绿能发展导致成本暴涨。王美花也做出澄清，发展绿电一开始都用趸购的方式，让它的产业可以发展起来。那慢慢的呢，未来都是慢慢都卖给民间，直接是他去卖给民间了。说燃料支出翻倍大增才是近年台电亏损的主因，但台电连年亏损，王美花还得确保财务供电稳定。所以我们优先还是会争取这个政府的补贴了哈。4月新电价即将出炉，民众剉雷弹。好，那么到底这个电费该怎样哈？来，俊贤兄，你们觉得呢？现在因为这个火力发电占了8成，就是燃油跟燃气天然气这2种大概占了8成。那主要就是燃煤就煤跟天然气。台电的资料是去年2023年这个狂涨主要是俄乌战争当然也会有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发电的原料这个在国际价格上达到历史高峰那台电我认为它已经压了2年了，压了现在累计亏损2年大概4000多亿它之前调涨的是那些超高电压的用户嘛其实超高电压用户虽然户数不多啦，但是它占了全国用电量它34%但是
这是调的话，我认为它有几个方向啦，就是说这些用电大户的话，可能会再继续调，啊，但是幅度上啊，因为他之前调过了，所以这是不可能再调到，就是因为也怕影响到产业的竞争力嘛，因为这个也会增加产业的成本嘛，所以他现在到底要动到民生用电，民生用电势必也要跟着调，那问题是在调涨多少嘛？还有这次调涨以后能撑多久？江龙，我记得我们在今年初节目当中，我曾经讲过，我认为今年是一个大通膨年。生活在台湾，选举结束了之后，准备迎接通膨，尤其是如果比较中低收入的小老百姓、上班族，你今年会过得非常痛苦。那明年呢？我不知道，但今年一定很痛苦。来，洪伟，我觉得现在电价其实它推升物价的威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当你到民生用电，而且是工业大户以外的用电都要提升的话，那么会造成通货膨胀。国发会昨天已经讲了，就是我们一定会超过2%啊，2%就超过就是通货膨胀。可是到目前为止，我刚刚有讲过，我们整个的行政院现在呢，面对这些事情掉以轻心，也不开会，也没有跨部会讨论，大家都各行其事。我刚才讲说，比如说你这些关键原物料的关税跟后税要不要降低，到今年3月底就没有人来开会，然后在卫福部说，哎呀，这个挂号费上限全部取消，8成的诊所都要调高挂号费，人民是越来越苦。其实这个整体上还是要看民进党政府的能源政策上面的规划。这个整体规划来看，就是所谓的燃料成本，其实早在2021年就开始下滑了。那你为什么会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还是要去贴补这么多？回归到最原始，台电亏损嘛？那整个能源政策有错误，才会有现在。俄乌战争天然气暴涨，大概都怎样？所以日本全面恢复核电啊，然后他要台积电去设厂，我们又要3奈米，又要争取2奈米，结果又不用核电，又要非核，难怪你全部没人动得掉啊，台人让什么人动得掉啊？对，我们的台电亏损只有国际之间天然气的问题吗？它没有国内过度的去补贴绿电的问题吗？那补贴绿电又是为什么呢？这个为了要达到20%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所以呢，一方面呢又图利于这个民进党的一些厂商，二方面的话呢，要让整个的补贴让整个台电去承担，纳税人去承担，这样子有道理吗？哎，反正。